今天我要讲的是手上藏着的天机。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拼了命的赚钱，总以为晚年能享清福了。结果呢，真到了该享福的年纪，要么是天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要么就是坐在家里跟儿女相看两厌，天天吵架。钱是有了，命却快没了，家也快散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或许你们以为这是命，是老天爷不长眼，但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答案就写在你的手里。你们手掌上的三大主线：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那是你父母给的先天体质和性格，那叫定数。但老天爷慈悲啊，他还给你留了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后天长出来的阴德纹。今天我就把这阴德纹的天机毫无保留的彻底的给你们讲透。你一定要听好了，这阴德纹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这不起眼的几条细线能救你的命，能翻转你的健康、财运和家庭？而晚年到底怎么做才能把这老天爷的福报勋章给修出来？你今天听懂了，后半辈子绝对少遭大罪，福寿双全。什么是阴德纹？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老话叫有诸内必行诸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身体里面五脏六腑发生了什么变化，你心里头起心动念藏了什么心事，绝对瞒不住，它一定会原原本本的显露在你的身体表面。你脾胃不好，你的嘴唇就发白起皮；你肝火旺盛，你的眼睛就发红，布满血丝；你心里头整天算计人，充满怨恨，你的面相就会变得刻薄发青。所以阴德纹它不是你生下来就有的，它是你后天通过行善积德转变心念，让你的身心能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级之后，身体的气血回馈给你，并在手掌上显化出来的。你们千万别觉得我是在纸上谈兵，我亲眼见过无数这种真实案例。有年冬天，我在台北诊所看诊的时候，来了个老病患，叫阿荣。阿荣今年65岁了，在台北开了一辈子五金行。他年轻的时候那是出了名的精明，算盘打得很精，大半辈子下来钱确实没少赚。那天他推开我诊室的门，我抬头一看，哎呦，这哪是65岁的人啊，说他85岁都有人信。整个人佝偻着背，脸色灰败，就像蒙着一层洗不掉的香灰。他一坐下来，那气喘得像破风箱似的，喘不过气。他还没开口，电话就响了。他在电话里跟他那个30多岁的儿子大吵了一架，吵得面红耳赤。挂了电话就在我面前拍桌子，眼泪直往下掉。阿荣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从早忙到晚，没偷没抢，可以说是连一件坏事都没做过。我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全是为这个家，为了我那个儿子。可是你看看我现在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他一边哭诉，我一边替他把脉。这脉象用我们中医的话讲，就是气血衰败，肝气郁结到了极点。我让他把手掌摊开来看看，他那张手一伸出来都不用细看，我都直摇头。他手上的生命线断断续续，像破布条一样，感情线上密密麻麻全是横七竖八的杂纹，乱得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这就是典型的心力交瘁、家宅不宁的象啊。阿荣抹着眼泪，指着他隔壁邻居陈阿伯跟我比。他说，尼师，你看我邻居陈阿伯70岁了，退休前就是个老师，一辈子清贫，连个名牌衣服都没穿过。可人家呢，现在身体硬朗的像头牛，每天早上还在公园打太极拳，而且人家儿孙满堂，逢年过节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什么我比他差这么多？我看着阿荣那种不甘心又委屈的眼神，实在忍不住了，说话也就重了点。阿荣啊，阿荣，你以为你输的是钱吗？你以为老天爷瞎了眼吗？我告诉你，你这大半辈子光顾着算计怎么赚钱，怎么不吃亏，你根本就没给自己修出一条能保命的线。我当时就让他把陈阿伯叫来。陈阿伯一进来，满面红光，笑眯眯的，那个气场就让人觉得舒服。我拉着陈阿伯的手，翻开手掌给阿荣看。陈阿伯的手掌虽然粗糙，但是气色红润。最关键的是，你仔细看他的生命线和智慧线之间，横着好几条细细的清晰的短纹，就像一座座小桥一样，把两条主线稳稳地连在了一起。我指着这几条像小桥一样的纹路，跟阿荣说，你看清楚了，陈阿伯这手上的纹路叫做阴德纹，这不是天生就长在手上的，这是人家大半辈子修口德、修善念，老天爷硬生生在他手上刻下来的福报勋章。你那五金行里赚的几千万，
比得上人家这几条纹路金贵吗？阿荣当时就愣住了，盯着陈二伯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各位，这不是迷信，这是宇宙间最铁的能量法则。你的每一个善念，你做的每一件善事，都会转化为气血能量，滋养你的经络，慢慢雕刻你的手掌纹路。所以这阴德纹到底长什么样，它在手掌的什么位置，我们怎么看自己到底有没有修出福报。接下来我就会把阴德纹最常见最典型的3种形态一五一十的教给你们。第一种，阴德桥。来，先看你的手掌心，找到你的生命线，就是大拇指根部那一圈，再找到你的智慧线，横在手掌中间那条。如果你在这2条主线之间，或者在智慧线和感情线之间发现了3条到5条细细的清晰的横向的短纹，就像水面上架起的一座座小桥一样，把2条本来不相交的主线给连起来了。恭喜你，这就是最正宗的阴德桥。从中医的角度讲，这可太了不得了。生命线对应的是我们人体的肾气，智慧线对应的是我们的心神。我们这群50、60岁的人最怕什么？最怕心肾不交，心火在上面烧，天天失眠烦躁，肾水在下面寒，天天尿频腿冷。这2种能量如果断开了，你的身体就要出大问题，高血压、心脏病全找上门。而这阴德桥一长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善念在你的体内架起了一座桥，把上面的心神和下面的肾气彻底给连通了。这叫心肾相交，气血通畅，是你身体5脏6腑和谐共振的最完美表现。从现实命运来讲，有这种纹路的人遇到天大的坎儿都能逢凶化吉，因为老天爷给你架了桥，让你安稳过河。我跟你们讲个台北林先生的事。林先生62岁那年简直是衰到爆了。他本来是做建材生意的，老实本分，结果被一个多年的好兄弟骗去做保，一口气背了200多万的外债，房子被法拍了，老婆受不了，天天有人上门讨债，也跟他离了婚。林先生受不了这个打击啊。有一天天黑了，他一个人跑到淡水河边，坐在冷风里，看着黑漆漆的河水，心想，我这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干脆跳下去一了百了。就在他准备往下跳的时候，路边一只浪浪饿得直叫唤，蹭他的裤腿，他摸了摸口袋，只剩下一个冷掉的包子，那是他原本留给自己的晚饭。他看着狗，叹了口气，把包子掰碎了喂给狗吃。看着小狗摇尾巴，他突然大哭了一场，心想，死都不怕了，我这最后一条命，与其为了鱼，不如拿去帮帮别人，也算没白来这世上一遭。从那天起，他断了轻生的念头，搬到台北郊区一间破旧的雅房里，一边打零工还债，一边在社区里做志工。我们60几岁的人呢，他去帮独居的老人家买菜，帮孤单老人修水管、修电视机、修漏水的屋顶。谁家有脏活累活，叫他一声，他二话不说就去干，干完了一口水都不喝，连个红包都不要，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坚持了整整3年。这3年里，他手上的老茧厚了一层又一层。有一天，社区里一位退休的老教授家里电路坏了，林先生去帮他修。老教授在旁边看着，发现林先生干活极其踏实，而且言谈举止很有修养，就问起了他的身世。得知林先生的遭遇后，老教授没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过半个月，老教授找上门来，原来老教授的儿子是台北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大老板。老教授用自己的人格担保，硬是把一个学校翻新的大工程交给了林先生来做统包。林先生凭着他扎实的技术和实在的人品，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程，还一战翻身。现在不仅把外债全还清了，还认识了一位同样做志工的善良女士，重新组建了家庭。后来他来找我看诊，双手一摊，我一看，嚯，就在他左手的生命线和智慧线之间，整整齐齐地架起了3条清晰无比的阴德桥。他跟我说，尼斯，我以前以为拼命赚钱最重要，现在我懂了。当你连命都豁出去，只想着怎么去帮别人的时候，老天爷给你送来的福气，你挡都挡不住。第2种，冲天玉柱。大家再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底部，有一条线，我们叫事业线，也叫命运线，一般是从手掌根部往上长，指向中指的方向。很多人这条线要么是没有，
要么是断断续续的，这说明事业坎坷，做事总是差一口气。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原来断断续续的线上，后来突然长出了细纹把它们连上了，还是说从你手掌根部直接升起了一条笔直的深深的线，像一根柱子一样直冲中指根部，恭喜你，这在面相学里叫做冲天玉柱，这也是积了大阴德的极品标志。从中医和易经的理论讲，手掌根部属于坎位，属水，对应肾；中指根部属于离位，属火，对应心。这条线笔直贯通，这叫坎离交共，也叫水火既济，是易经里最吉祥的卦象。从医学上看，长出这条线的人，心血管功能和肾功能都在发生惊人的好转，因为长期行善带来的情绪稳定，已经把你体内那些伤害血管的毒素清理干净了。而在现实中，这条线代表着4个字：厚德载物。你的德行终于配得上老天爷要给你的大财富、大机遇了，而且绝对有大贵人来扶持你。高雄有一位学员张女士，今年58岁，她以前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做了整整20年。因为性格木讷，不会拍马屁，事业线极浅，20年都没升过职。办公室里那些20-30岁的年轻人都敢欺负她，把脏活累活全甩给她。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在心里咒骂了，或者天天跟人吵架。但张女士心眼好，她不争不抢。50岁那年，她看到电视上放我们台湾花莲、台东那些偏远山区的穷孩子，冬天连件厚衣服都没有，冻得发抖。她心里一酸，就开始悄悄组织就医捐赠行动。她不说自己在做善事，只是偷偷跑去跟身边的朋友邻居说，你们家里有穿不上的旧衣服，不要扔，给我吧，我拿去处理。人家把衣服给她，她拿回家一件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破的地方缝补好，叠得整整齐齐，自己掏腰包买纸箱，自己贴邮资，大包小包地扛去邮局，寄给偏远地区的孤儿院和弱势家庭。整整5年，风雨无阻，他总共寄出去了超过1万件衣物。在这期间，他从不张扬，连他先生都以为他是在帮哪个二手服装店干兼职。公司里的同事更是完全不知道，还在背地里嘲笑他是个只配干杂活的欧巴桑。可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有一年，张女士的公司空降了一位新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私底下恰好就是花莲那家孤儿院的长期志工。有一次总经理去孤儿院探望，偶然看到了一叠厚厚的捐赠单据，上面全签着张女士的名字。总经理回到高雄，悄悄观察了张女士半个月，发现她哪怕是被年轻同事颐指气使，也依然勤勤恳恳，毫无怨言。总经理大受震撼，在年底的董事会上力排众议，直接提拔55岁的张女士做了集团的行政总监。张女士来诊所谢我的时候，我抓过她的手一看，好家伙，原本浅的看不见的事业线从手腕处拔地而起，一条笔直的冲天玉柱直直插到中指根部，气色红润的简直像在发光。50多岁的人状态比30岁还要好，老天爷不仅给了他贵人，还给了他配得上这份福气的身体。第3种福德斑，最后一种大家不用看手掌心了，看你们小拇指的指甲。各位仔细看看，如果你的小指指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圆润的边界分明的白点，不痛也不痒，像一粒小白玉一样镶嵌在上面。各位，这个东西我们叫它福德斑，别小看这个白点。我们中医讲，小指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经和小肠经，心主神明，心主血脉。这个白点一长出来，那是你福报显化最快速的信号，预示着你近期必定有大好事、大喜事发生。西医研究也证明了，指甲的生长速度和甲床的微循环息息相关。只有当你长期心存善念，没有任何怨气和焦虑的时候，你的免疫力才会达到巅峰，小指甲床的微循环才会彻底畅通，角蛋白合成才会如此完美，从而长出这个健康的白点。反过来你看看那些天天骂街、怨天怨地的人，他们的指甲往往是带着竖纹的，发黑的，甚至容易断裂。台南有一位68岁的陈奶奶，是个苦命人，老伴走得早，无儿无女，退休以后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一栋老旧公寓里，她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说不定哪天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但陈奶奶人极其善良，
他看社区里有很多浪浪饿得喵喵叫，觉得可怜。每天早上5点多，他就起来煮一点鱼汤拌饭，去楼下喂这些流浪猫。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家那个小阳台上种了一盆一盆的青菜、小番茄。蔬菜成熟了，他就洗干净，拿塑胶袋装好，一家一家的挂在邻居家的门把上。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做了大半年。有一天，他在剪指甲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右手小指的指甲上长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白点。他不懂这是什么，还跑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得了灰指甲。我哈哈大笑，我说：陈奶奶，你这叫福德班，是老天爷看你太善良，要派人来接你享福了。陈奶奶以为我在开玩笑，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没过半个月，一个失联了快30年的远房子女，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居然找上门来了。原来这个子女早年受过陈奶奶的一饭之恩，一直记在心里。现在子女在台南开了2家大餐厅，经济条件极好。得知陈奶奶独居，子女当场大哭，二话不说，直接把陈奶奶接到了自己的大别墅里，说要像亲生母亲一样给她养老送终。现在陈奶奶和子女一家人住在一起，几个小孙子天天围着她叫太奶奶，每天笑得合不拢嘴。而她小指上的那个福德斑，至今都亮晶晶的留着。陈奶奶总拉着我的手说：尼斯啊，我跟你讲，多做点好事，老天爷这本账真的是1分1毫都不会算错的。听到这里，各位是不是都在赶紧扒拉自己的手，看有没有这3种纹路？大家先别急，肯定有人要跳起来问了。尼斯，不对啊，我每个月都往寺庙里捐钱，我看到水灾地震我也捐款了，我这辈子做的好事也不少啊，为什么我的手上光秃秃的，这3种纹路我一个都没有长出来？为什么我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天天倒霉？问得好，接下来我要给你们揭开一个千古谜团。为什么你天天做好事，却改不了你的命？你攒的到底是存不住的阳德，还是能救命的阴德？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搞明白的一个最核心的天机，也是很多人一辈子修不出福报的死穴。因为你根本没搞懂阳德和阴德的区别。什么叫阳德？阳就是太阳底下明晃晃的，大家都看得见的。阳德就是你做了好事，巴不得天下所有人都知道。你逢人便说：哎呦，要不是我当初帮他，他哪有今天啊？我告诉你，你这种带有强烈功利心的善举结出来的果子就叫阳德。阳德的福报是极其显性的，来得非常快，但是它就像放烟火一样，砰的一声绚烂那么几秒钟，过后就什么都没了。为什么？因为从宇宙能量守恒的法则来讲，当你做了一件好事，你满心期待地接受了别人的赞美，你拿到了一张大大的感谢状，或者你在亲戚朋友面前赚足了面子，在这个瞬间，你做善事的能量已经通过名声和虚荣的形式当场跟你结清了。这就好比你在宇宙银行里存了一笔活期存款，你刚存进去，转头就把它取出来买糖吃了。既然你的能量已经兑现完了，它当然存不住，它自然就不会再以气血能量的形式累积在你的身体里。你的手掌上当然连一条细纹都长不出来，你那点微薄的能量早就被你的嘴巴漏光了。阴就是暗的，藏在底下的。阴德就是悄悄做善事，不为人知，甚至是忘了自己在做善事。比如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可怜，默默塞给他几百块钱，转头就走，根本不看他那感激的眼神，也不图他说声谢谢。你看到邻居老太太提着重物上楼，你顺手帮她提上去，然后悄悄回自己家，绝不跑到别人面前去表功。你在工作里受了天大的委屈，你为了大局忍辱不变，不跟人撕破脸起争执，这也是极大阴德。你做这些事的动机仅仅是因为你的良知觉得我应该这么做，你的心里没有丝毫想要回报的念头，不管是名利、金钱，还是别人的一声谢谢，你统统都不在乎。这才是宇宙银行里的定期存款，只存不取，本金加上利息，越积越多。你做的每一件不为人知的好事，都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纯净能量。这个户头别人看不见，你自己有时候干完就忘了。但是各位老朋友，老天爷这台超级电脑记得清清楚楚，当这股纯善的能量在你的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它无处释放，就会化作强劲的气血，打通你的经络，最后逼到你的手掌上，给你发出一张证明，这就是阴德纹。我给你们讲个我亲自调理过的病人，台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65岁那年找我看病，一进门就满腹牢骚，他有很严重的骨头痛，一到阴雨天，膝盖就像针扎一样疼得要命，看了好几个西医都治不断根。他坐下来就跟我抱怨，说自己以前总给乡下修路捐钱，手心上却连根阴德纹的毛都没看见。我当时拉过他的手一看，冷冰冰的，一点热乎气都没有。我看着他的眼睛，毫不客气地问他，王先生，我问你几句实话，你每次给乡下捐钱，是不是总想着里长要在广播里念你的名字？你帮了别人的忙，是不是做完之后总爱跟老婆孩子街坊邻居提醒你有多伟大？王先生脸一红，有些下不来台，点点头狡辩说，尼斯，我捐了那么多真金白银，难道就不该让人家知道吗？求句谢谢也有错吗？我告诉他，有错，大错特错。你这叫求阳德，不叫积阴德。你带着求回报的算计的心态去做善事，你的心是紧绷的，气血是凝滞的，纯阳的能量自然留不住，膝盖里的寒气怎么可能化得开？我让他回去改。我告诉他，你要真想治好你的腿，从今天起去干点不花钱但是要用心去干的善事。最重要的是暗暗做，忘了做，绝对不准求回报，甚至不能告诉任何人，连你老婆都不准说。王先生也是个听劝的人，回去之后真的彻底改变了心态。他住的公寓楼下有个因为中风瘫痪在床的张大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个妻子照顾，日子过得很苦。王先生就开始悄悄地去帮张大爷。他看到张大爷的太太提不动菜，他就默默把菜接过来提上楼。看到老人家买不到特效药，他跑遍台北的药局，自掏腰包买来，挂在张大爷的门把上，敲敲门就赶紧走，绝不露脸。后来他甚至趁着张大爷的太太出去办事，自己偷偷溜进去，帮瘫痪的张大爷擦洗长了褥疮的身体。干这些又脏又累的活时，王先生心里没有委屈，反而升起了一种极其纯粹的不求一丝一毫回报的怜悯之心。就这么整整憋着干了1年，他谁也没告诉。1年后的冬天，王先生来诊所找我复诊，进门的时候走路带风，连拐杖都扔了。他一坐下，眼眶就红了，笑着摊开2只手给我看。各位，那双手变得温暖有力，就在他的生命线和智慧线之间，真的隐隐约约长出了一条虽然不长但极其清晰的阴德桥。王先生红着眼睛跟我说，尼斯啊，你说的太神了，以前我花钱买名声，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这1年我默默去帮张大爷擦身子，我心里什么都没想，就想着能让他躺得舒服一点。没想到我不求福报，这福报反而像洪水一样把我淹了。我这10几年的风湿骨痛，这个冬天居然一点都没疼过，全好了。为什么？因为当你彻底放下功利心，升起纯粹的慈悲心时，你体内涌动的就是最纯正的少阴君火。这股心火一路温煦你的经脉，直接把膝盖里淤积了10几年的寒气给融化了。所以我常常讲，阴德的福报远超你们的想象，阳德是人给你的回报。人的力量有多大？顶多给你发个奖状，夸你2句。可是阴德呢？那是天给你的回报。天地的力量是无限的，老天爷给你的回报，不是让你明天买彩券中500万，那种往往带着灾难，来得快去得快。老天爷给的福报是润物细无声的，是在你生了大病时，恰好让你遇到能治好你的良医，是在你孩子面临升学人生迷茫时，恰好遇到一位指路的恩师，是在你遭遇意外命悬一线时，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逢凶化吉，把你的凶运化为吉运，让你的身体气血充盈。这就叫易经里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各位明白了阴德和阳德的区别，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我们这个年纪精力不如从前，也没那么多钱去满世界做慈善，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到底在日常生活里要怎么做才能把这存折里的阴德给补上？肯定有朋友要在荧幕前叹气了，尼斯啊，我大半辈子都浑浑噩噩过去了，以前不懂事，造了不少口业，也做了不少错事，现在一把年纪了，也没个几千万去建偏乡小学，我现在开始修还来得及吗？我今天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绝对来得及。老天爷从来不怕你晚，就怕你不悟。现在正是你人生下半场最关键的时期，你吃过苦，享过福，
看过人心的险恶，也感受过人间的温暖。这个时候你的心境一旦转过来，修福报的速度比年轻时候还要快。下面我要给你们开出4味独家的不花1分钱的新药，只要你把这4味药吃透了，用到日常生活里，我向你保证，不出2年，你的精气神绝对大变样，你手上的阴德纹自然水到渠成。第一味药修口德，最快的补气法。我们古人有句话叫良言一句3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很多老人家不当回事，觉得我就是脾气直，刀子嘴豆腐心。我告诉你，中医讲多言好气，你的嘴巴就是你身体气机的出入口，也是你内心能量的绝对阀门。你每天说那些恶毒的话、抱怨的话、挑拨离间的话、骂儿骂女的话，你以为你是在发泄？错，你是在疯狂的往外耗散你本来就不多的阳气，而且这种负面能量喷出去，还会引发家人的怨恨，形成能量反弹，最后全砸在你自己身上。我有个台北的学员李女士，以前呢是出了名的怨妇，天天在家骂儿子，嫌儿子1个月赚那点死薪水没出息，比不上张三家的儿子买豪车，比不上李四家的儿子当高管，母子关系紧张到什么程度？儿子下班回来，宁愿坐在楼下公园吹冷风，都不愿踏进家门一步。李女士自己呢，天天胸闷、失眠，大把掉头发，中医一摸脉，肝气郁结得像一块石头。我当时骂她，你天天往外喷毒气，你儿子能好吗？你自己的肝能受得了吗？你的嘴就是漏气的窟窿。我教她修口德，强制性的给她布置作业，每天必须逼着自己夸儿子一句。一开始她拉不下脸，觉得别扭。儿子吃完饭洗了个碗，她硬邦邦的挤出一句，今天这碗洗得还挺干净。儿子当时吓了一跳，以为老妈吃错药了。慢慢的，她坚持了3个月，看到儿子加班，她不再骂他没本事，而是端杯热牛奶，说儿子辛苦了，早点睡。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转变，奇迹发生了。3个月后，他儿子整个人变得自信阳光，工作不仅升了职，连周末都主动带他去吃早午餐了。李女士自己呢，因为不再生气抱怨，胸里的那股闷气散了，失眠彻底好了。1年后，她手上稳稳当当的长出了一条浅浅的阴德纹，连多年的高血压都降下来了。她跟我说，尼斯，我以前以为骂他是为了鞭策他，现在才知道好好说话不仅救了那个快忧郁症的孩子，也救了我自己的命啊。第2味药修眼德，最好的养肝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就是你肝脏的窗户，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世界就回馈你什么样的能量，你的肝脏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如果你一天到晚鸡蛋里挑骨头，看媳妇不顺眼，看邻居不顺眼，甚至看电视新闻都要跳着脚骂几句，你的眼睛里全是戾气，怒目而视，你的肝气能不淤堵吗？时间长了，视力下降，眼干眼涩，肝区隐痛，甚至肝硬化全找上门了。高雄的蔡奶奶65岁，以前就是个刺猬，走在社区里眼神凶巴巴的，看到人家遛狗没牵绳，她上去就破口大骂。去菜市场买菜，为了10块钱跟摊贩瞪着眼睛吵半天，结果她总觉得右边肋骨下面一抽一抽的疼，吃了几万块的保肝药一点用都没有。我教她修眼德，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刻意练习用慈悲的眼光看世界。我让她看到运动的老人，哪怕不认识也微微点头笑一下，看到路边开了一朵漂亮的花，停下来默默欣赏1分钟，看到天上飞过的小鸟，在心里祝他们自由。大半年后，蔡奶奶整个人面相都变了，以前那2道倒八字眉舒展了，眼神变得极其柔和温暖，邻居也不躲着她了，买菜的时候摊贩还主动送她2根葱。最神奇的是，她肝区那种刺痛感在不知不觉中彻底消失了，手上也浮现出了一座漂亮的阴德桥。她跟我感慨，尼斯，我以前觉得全天下都是坏人，现在才发现，你看别人是菩萨，你自己的心里就住着一尊佛，看什么都顺眼，身体哪还有病啊？第3味药修守德，最直接的通经法。我们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真正在宇宙银行里存阴德，最忌讳的就是带有功利心去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最珍贵的阴德恰恰是你随手做的无心做的小事。进百货公司推门的时候回头看一眼，帮后面抱着孩子的人扶一下门，
看到楼梯间谁家的垃圾袋破了，污水流了一地，你顺手拿个废纸板帮忙清理干净。看到马路中间有块大石头，怕晚上的机车骑士被绊倒，你顺手把它移到草丛里。台南的王大爷70岁，退休前是工厂的技术骨干，退休后闲不住，每天就在社区里找事做。他不是找人吵架，他是找活干。今天把社区生锈的健身器材修一修，明天拿个大钳子去花圃里把狗屎和塑胶袋捡干净。干了整整2年，从没跟管委会要过1分钱。有人问他名字，他摆摆手就走，说顺手的事啦。现在王大爷70岁的人了，冬天在台南都不用穿厚外套，手掌心热气腾腾的。生命线和智慧线之间整整齐齐3条英德桥，老人家精神抖擞，爬5楼连气都不喘。这就叫气血通达，修守德，就是在用行动打通你全身的经络。第4味药，修孝德，百善孝为先。各位，前面3味药你修得再好，如果你这第4味药不及格，你做再多好事，你这辈子也很难修出阴德文。哪一位？第4味药，修孝德，百善孝为先，万福孝为基。不管你是在外面当多大的老板，不管你在社会上捐了多少钱，如果你回到家对你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老母亲大呼小叫，摔门砸碗，我告诉你，你这叫自断根基。父母是你的根啊，一棵树的树根都被你挖断了，你这个树上还能开出福报的花来吗？你的气血能通畅吗？你就是天天吃冬虫夏草，吃人参，也补不回你不孝顺折损掉的福报。我给你们讲一个生死一线的真实案例。台中有位陈美玲女士，今年快70岁了。她年轻的时候做服装生意，精明强干，叱咤商场，赚得盆满钵满。但她为人非常刻薄，最要命的是她极度嫌弃自己的父母，嫌父母乡下人土气，嫌父母吃饭嚼出声音，逢年过节回去一趟给扔下几万块钱，像打发乞丐一样，多做1分钟都要发脾气。结果呢，45岁那年报应来了，乳癌中晚期，在手术台上捡回一条命后，西医大夫摇着头跟她说，陈女士，癌细胞有扩散的迹象，你这情况最多还能撑5年，回去安排后事吧。陈美玲当时崩溃了，存折里几千万的数字救不了她的命。她的手掌我看过，纹路极其杂乱，那条本该长长久久的生命线在中间直接断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叫命悬一线。但在化疗期间，陈美玲遇到了一位做志工的老阿姨，在阿姨的点拨下，陈美玲彻底醒悟了。她痛哭流涕，关掉了所有服装店，把生意全盘交出去。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通一声跪在70多岁的老父母面前，扇了自己10几个巴掌，把父母接到了身边。从那以后，那个颐指气使的女老板不见了。她每天亲自下厨给父母做软烂的饭菜，父母起夜，她披着衣服在床边伺候，每天晚上端着热水给父母泡脚，用她那双原本只数钞票的手给父母粗糙的脚底板做按摩。她做这些不再是为了作秀，也不敢奢求老天爷能让她活多久，她就是想在死之前干干净净的做个有良心的女儿。同时她用剩下的积蓄成立了一个病友互助会，免费给那些没钱治病的姐妹做心理疏导，出钱组织大家去山里旅游散心，告诉大家怎么坚强的活下去。就这样1年过去了，2年过去了，那个医生口中活不过5年的期限早就过去了。上个月陈美玲来诊所看我，70岁的老太太，不仅癌症10几年都没有复发，而且气色红润，精神饱满的让人羡慕。她那优秀的女儿受她的影响，考上了台大医学系，专门研究癌症功课。最震撼的是，当她把手掌摊开放在我的脉诊上时，各位，我亲眼看到在她那条断裂了20多年的生命线中间，奇迹般的长出了一条极其深刻清晰的阴德桥。老天爷用这股纯善的能量，硬生生的把她断掉的命给重新接上了。陈美玲拉着我的手，笑得很恬静。她说，尼斯，我以前以为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当老大，现在我懂了，能陪着爸妈慢慢变老，能帮到那些绝望的病人，这才叫活着。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老天爷让我哪天走我就哪天走。各位，听完陈美玲的故事，你还不明白吗？孝顺父母，暗暗行善，这能激发你身体里最强大的治愈能力，
那是任何昂贵的药都替代不了的天地生机啊！从今天开始，就从这4件小事做起，修口德，修眼德，修手德，修孝德，不需要你发毒誓，不需要你敲锣打鼓，只要你日复一日的去干。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容易忘，所以我在这里最后再给你们狠狠的啰嗦一遍重点。你们以后常常摊开手掌看看，你手上的阴德纹主要是3种长相。第一种，生命线和智慧线中间搭起来的那几条小短线叫阴德桥，那是心肾相交，气血通畅，保你逢凶化吉的救命桥。第二种，从手掌根部直冲中指的那条线叫冲天玉柱，那是水火既济，代表你德行深厚，有大贵人相助。第三种，小指指甲上的那个小白点叫福德斑，那是心经小肠经通畅，预示着老天爷马上要给你派送好运了。记住，千万别去求那个存不住的阳德，做了好事别拿个大喇叭到处嚷嚷，到处跟人炫耀，一旦炫耀，你的福报当场就消耗光了。要想在老天爷那儿存定期存款，要记牢，悄悄做，默默做，忘了做。怎么去积攒这些能救命的阴德呢？时时记住我给你们开的4味不要钱的新药。第一，修口德，闭上你那张爱抱怨的嘴，多夸奖身边人，把漏掉的阳气补回来。第二，修眼德，收起你挑剔仇恨的眼神，用慈悲的眼光看世界，把郁结的肝气化开。第三，修手德，路边倒下的脚踏车顺手扶一把，勿以善小而不为，让双手成为打通经络的工具。第四，修孝德，这也是所有德行的总根基，对父母和颜悦色，耐心伺候，这是在顾你的命根子啊。如果连生你养你的父母都不孝顺，你拜再多神佛，捐再多钱都没用。这4条你们听进去了吗？易经里反复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什么是善？当你心里头存着善念，你处处想着怎么去利他，怎么去帮别人，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时，你的心就是彻底敞开的，安宁的。心安则命定啊，各位，心一安，你全身的气机调达，气血通畅，五脏六腑都在最和谐的频率里震动，百病自然就不生。你就算住在一个四处漏风的破土房里，只要你心怀慈悲，宽厚待人，那个破房子也会被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正能量硬生生养成一块福气冲天的风水宝地。反过来，如果你天天算计，刻薄待人，满脑子都是嫉妒和怨恨，哪怕我给你挑一个绝顶的龙脉穴位，建个大别墅让你住进去，你也是灾祸连连。为什么？因为你那颗恶毒的心释放出来的负能量早就把好风水全给败光了。所以命由我做，福自己求。你善良，你周围的世界就善良；你慈悲，老天爷给你的回馈就慈悲。利他本质上就是最高境界的利己，帮你邻居，帮那些穷苦人，其实到头来全都是在帮你自己的命。好了，最后我要大家跟着我立刻做一件积德行善的小事，请你们在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为你的家人，为你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留下一句祈福的话，比如写一句愿天下老人都健康长寿，或者愿所有人离苦得乐。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条留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一句善言，那这个留言区就汇聚了无数个善意和纯阳之气，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正向磁场，而这个磁场终究会反弹回到你的身上。各位，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拼的不是谁银行卡里零多，不是谁的官大，拼的就是老天爷给的福报和我们自己的健康。愿大家都能在晚年修出属于自己的福报勋章，福寿双全。我们下期再见。